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我觉得啦，真的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科技——第六感技术，英文叫 Sixth Sense。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我们跟周遭实体世界的互动，其实是超级直觉的。你想拿起桌上的杯子，手就伸过去了，完全不需要思考。但你看哦，一旦我们要跟数位世界互动，事情就变得很别扭。我们得透过键盘、滑鼠、触控萤幕这些中介物，感觉就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在跟资讯沟通。就是这一个，我们人类跟我们创造出来的机器之间存在的巨大断层，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没错，这个根本性的脱节，在学术上或在设计界，我们就把它称为界面问题。那有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 MIT Media Lab 里面一位天才发明家，叫做普拉纳夫米斯铁里 （Pranav Mistry），他就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着迷。他觉得，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现在一天花好几个小时，甚至10几个小时在电脑、手机前面，我们的生活、工作、娱乐几乎都跟数位世界绑在一起了。但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却还是这么不自然、这么笨拙。这显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对吧？所以这就引出了他整个研究生涯最核心的一个大哉问：为什么我们跟世界的互动可以这么的直觉，几乎是本能反应，但是使用电脑却让人感觉这么笨拙，这么别扭？你仔细想想，一个小婴儿他不用人教，他自己摸索就知道怎么抓起一个玩具，怎么把它放进嘴巴，这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本能。但你要教一个3岁小孩，甚至是一个成年人，怎么用滑鼠去精准的点击一个小小的图示，或是怎么在键盘上盲打，这都需要刻意的学习、练习，甚至很多人一开始还会感到很挫折。这个巨大的反差，就点出了我们跟数位世界互动方式的根本性问题。OK， 我们来看这张投影片，这个对比就非常清楚了。你看左边是我们的实体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互动靠的是什么？是手势，是我们对物体的直接操作，这一切都是直觉的。Mr. Lee 他来自印度嘛，他就举例说，在印度，小孩子只要看到裁判比出一个手势，他马上就知道，这在板球里是4分的意思。这是一种完全融入生活、融入文化的本能。但你看右边的数位世界，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得依赖键盘、滑鼠这些工具。这些工具的操作方式是需要我们后天去学习、去记忆的抽象规则。这两个世界的运作逻辑根本就在不同的维度上。而 Mr. Lee 当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亲手打破这道高墙。好，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他不是空想哦，他开始动手进行了一系列超级有趣的实验，试图去连接这两个世界。他的早期作品真的非常有创意，而且充满了那种我们说的很哈扣的 DIY 骇客精神。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这会让我们一步步看到他整个思考的脉络是如何演进。我们来快速看一下他早期的几个发明，真的超酷。他用什么？他用滑鼠里面拆下来的零件，成本大概才2块美金，就做出了一个可以感应手势的装置。他也发明了一种数位便利贴，你在上面写字，它会自动辨识，然后同步到你的 Google Calendar。他还做了一支笔，可以直接在 3D 空间中绘图，把你的想象力从2D 平面解放出来。甚至他还做了一个实体的 Google Map， 你只要把你的登机证放到这个地图上，它就会自动帮你找出登机门的位置，然后在地图上亮灯给你看。每一个发明都充满巧思，对吧？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你有没有发现他所有这些早期的实验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核心思想？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是把我们实体世界的一部分用各种巧妙的方式带进电脑里，不管是你的手势、你亲手写的便条、你手上的咖啡杯，甚至是你的登机证，他都想尽办法把这些实体世界的资讯转化成数位世界可以理解的讯号跟输入。他想让电脑更懂得我们人类所处的这个物理世界。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有了一个可以说是颠覆性的领悟。重点来了哦，他发现我们人类身为使用者，
我们真正在乎的其实不是电脑本身多会运算，我们在乎的是资讯。我们想要随时随地很方便的获取跟我们周遭环境有关的动态资讯。所以他突然想通了，那我为什么不反过来做呢？与其这么费力的把实体世界拉进电脑，不如我把电脑里的数位资讯直接带出来，让它叠加在我们的实体世界之上，让资讯不再被局限在那一个个小小的荧幕里面。这个想法的转变真的是石破天惊，就是这个革命性的想法，最终催生出了一个超级惊人的发明，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第六感装置 Sixth Sense Device。这个装置的诞生过程也非常有趣，它完美展现了科技产品是怎么从一个粗糙的原型，一步步迭代演进到接近消费级产品的样貌。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装置的演进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可以戴在头上的投影机。它的做法也超级直接，就是真的把一台小小的投影机跟一个摄影机用胶带、束线带直接固定在一顶脚踏车安全帽上面。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真的超朋克，但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设计的改良，最后它演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像项链一样挂在胸前的、外形更时尚、更接近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吊坠原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从一个超土炮的 DIY 作品慢慢进化到一个真正有可能走入市场的产品的过程。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第六感装置到底是什么？我们给它一个清楚的定义。简单来说，它是一个穿戴式的手势界面。它的功能有2个：第一，它用数位资讯来扩增我们的实体世界；第二，它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手势去跟这些被投射出来的资讯互动。换句话说，它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你的萤幕，然后把你的双手变成了你的滑鼠和键盘。好，概念讲完了，我知道大家最想看的还是实际的应用场景。接下来我们会用一连串超酷的例子来快速展示这个技术到底有多强大，它究竟是怎么把虚拟的资讯变成我们看得到、摸得到的实体。第一个也是我觉得最神奇、最直觉的应用，你想拍照，你不用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 App 了，你只要用你的大拇指跟食指在眼前比出一个像相框的样子，咔嚓一声，照片就拍好了。这个我们平常就会做的直觉动作，直接就被转化成了数位的指令。更酷的是，拍完之后，你还能把这些照片随意投射在任何墙面上，用手势来浏览、缩放和编辑。再来，假设你附近找不到任何可以互动的界面，墙壁啊、纸张啊都没有，没关系，你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好的界面。像这样，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掌上让装置投射出一个虚拟的电话键盘，然后你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去按这些虚拟数字，装置上的摄影机会追踪你手指的动作，判断你按了哪些号码，然后完成拨号。你的手掌就在这一瞬间变成了一只功能完整的触控手机。接下来这个应用就展现了它强大的物体辨识能力。想象一下，当你在书店里随手拿起一本书，这个装置的摄影机会马上辨识书的封面，然后立刻上网搜寻相关资料。接着，他会直接把这本书在亚马逊上的读者评价、几颗星的评分，甚至是知名书评家的评论，即时的投射在书本的空白页上。你等于是拿到了一本活的、随时在更新资讯的书，这对购物决策的帮助太大了。这个应用又把互动的层次拉得更高了。我们都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静态的，印出来就固定了，对吧？但有了这个技术，当你在看报纸的时候，你可以把即时的气象预报影片或者最新的财经新闻直播直接投射在报纸的版面上，原本静态的纸张就在你眼前，瞬间变成了动态的荧幕。这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于媒介这个词的想象。OK， 展示了这么多神奇的功能之后，我们现在要来聊聊这个科技背后更深层的哲学理念。因为米斯特里他发明这个装置真的不只是为了炫技，他的最终目标是希望科技能够帮助我们保持人性。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悬，对吧？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首先，我们先看这个数字$300，这是当时米斯特里打造出整个第六感装置原型所有零件加起来的成本。$300是什么概念？当时像微软有推出一款叫 Surface 的大型触控桌面，一台要价是$20,000。
Mystery 只用了300块的成本，就实现了比它更自由、更强大的互动功能。所以他一直强调，他希望这个技术是开放的，是能够普及给大众的，而不是变成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负担得起的昂贵玩具。他想做的是科技的民主化。而这句话可以说是米斯特里他整个理念的精髓。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不要最终成为坐在其他机器前面的机器。这句话真的很有力道，你细细品味一下，他其实在提醒我们，科技发展到最后，不应该是让我们越来越抽离现实世界，变成一个整天低头看着萤幕，跟旁边的人毫无互动的人肉机器。好的科技应该是像空气一样自然，它要能帮助我们更紧密地与周遭的物理世界与身边的人连结，而不是在我们跟世界之间筑起一道萤幕的高墙。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一起思考：当我们的实体世界未来真的被一层又一层的数位资讯所覆盖、所涂绘时，我们要如何确保这些科技是真的帮助我们保持人性，让我们更紧密的连结，而不是让我们陷入一个资讯的牢笼，变得更孤立？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人机互动的界面问题出发，看到了米斯特里如何从把实体带入数位这个想法，转变为把数位带出实体这个革命性的突破，并最终催生出惊人的第六感装置。而这一些酷炫技术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更深层的目标，那就是让科技帮助我们与真实世界更紧密的连接，让我们能保有身为人的温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